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。2场比赛结束，杀人刑警和当众行凶的吴立安双双进入16强，换上新的小短裤，王马的比赛就在眼前。对手是国际牌的殷凡良。在看了茂吉的比赛后，山下劝王马别太拼命，他宁愿自己负债50亿，也不希望王马把命丢在赛场上。但王马并没有同意，只是独自往赛场走去。就在他离开没多久，国际牌的瓜田社长找上了门，他和山下做了个小赌博，要是他家的选手输掉了比赛，他就给山下国际牌名下的10台电视。山下一听10台电视不是什么大赌注，于是一口答应，输了的话就支付10台电视的现金。殊不知此电视非彼电视，瓜田见山下风轻云淡的答应，立刻就有点拿不住山下的态度了。等瓜田离开后，山下才从小峰那里得知，所谓10台电视其实是黑话，真正赌的是国际牌公司10%的股份，折算成现金那就是2800亿日元。山下顿时吓出2维原话，赛场内气氛已经炒得火热。王马率先登场，2胜0败的战绩，取得资产1500亿日元。都说适当健身吸引异性，过度健身吸引同性，场边的同声刹那立刻兴奋了起来。黄英学院的秘书看着涨红了脸，而敌方的殷凡良却是首次在全院大赛出场，一登场就吓到了主持人烧香。个子只有1.61米的他，在全院大赛显得十分矮小瘦弱，但王马的本能告诉他，眼前这个家伙相当的难缠。比赛开始，殷帆像蜘蛛一样冲向王马，然而速度并没有用，王马的拳头还是击中了殷帆。王马的侧踢异常凶狠，而在这样的攻势下，殷帆还能束脚扫开王马。殷帆是暗杀者出身，他出的不是拳，而是掌刃。两人看似打得你来我往，但实际上是王马占据了上风。小腿踢中殷帆的侧腰，将他踹飞出去。王马再次上前准备攻击，这时殷帆的步伐突然虚幻了起来，在他的快速跃动中，王马的节奏出现了错乱，他攻击不到殷帆良。这时殷帆扑袭，掌刃划开王马的面颊，操，人均里人的指认是吧？这种快速移动是殷帆的独门步伐，令步，脚尖发力移动，看起来像飘荡的鬼魂一般。王马被包围后不断炸舌，似乎非常棘手，但就在殷帆再次袭击王马时，他的令步袭击却被王马一拳打飞了出去。围观的同声刹那兴奋的顶胯，这招硬步很是厉害，只可惜对于习得二虎流的王马来说根本没用。二虎流火天行，闪火。移动中的王马速度比殷帆还要快，他在跃动中将殷帆逼入绝境，在王马准备再次进攻时，却惊讶地发现他的脚被殷帆的头发缠住了，这头发坚韧无比，根本拽不断。王马被硬生生地拖拽在地上，人类的头发十分的坚韧，一根就能负重150克，而一个人平均有10万根头发，理论上来说能负重15吨。于是殷帆家从小就用秘药培育头发，所以殷帆良的一头发丝都是他的武器。现在王马被缠住了，战斗的局势陡然逆转，他拽住王马的腿在地上旋转起来，头发像锁链一样抽在王马身上。瓜田社长带着胜利的笑容看向山下，却发现对方竟然还在笑。山下一夫恐怖如斯，但实际上山下正为自己越来越多的欠款感到自闭。王马被勒住脖子和眼睛，挣扎不得。他认同了殷帆的实力，很久又没体验过这种战斗的快乐。王马立刻使出了御剑，暴涨的体力瞬间崩断了殷帆的头发，在眨眼间扭转局势。王马的拳头落下的时候，殷帆的手指跟着骨折，紧接着他的心脏、胃、肝、胰脏被击中，殷帆短暂的失去了意识。这一刻，他意识到自己在死亡边缘磨砺出来的技巧，在如今的王马面前起不到半分作用。他唯一的反击筋斗腿也被王马撂倒。随后，王马侧抬腿，二虎流、曹流行、叠天火星、腿击不知火，重重落在殷帆头上，他几乎失去意识。在昏迷的最后一刻，殷帆似乎体验到了王马说的格斗的快乐。比赛结束，山下建藏反应过来，王马将对战吴立安，这算是父子内斗了。而之前打赌的瓜田则带着股份找到了山下，愿赌服输，但王马却拒绝了。在他看来，这是格斗选手之间的争锋，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山下有苦难言，但还是尊重了王马的意见，痛心疾首地拒绝了价值2800亿日元的股份，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。瓜田大受震撼，山下一夫竟是如此好汉。待他走后，王马对山下的尊重表示了感谢。至于那个和吴立安战斗后命悬一线的茂吉，在帝都大学代表斗技者英初的帮助下，从鬼门关逃过一劫。正好直播中的王马战斗结束，英初一眼就看出了王马身上的问题。紧接着第5场大赛开幕，若龟武士和世元刚三对决。世元刚迈出步子，若龟一拳就将他打进了墙里，脊椎断裂的声音异常清脆，真真正正的一招定胜负。王马见比赛打完就没有再看，转身出去觅食，山下只好跟上。
身后第6场战斗拉响，上场的是杀人音乐泽田庆三郎以及东洋电力公司的德国选手，去取得资产共1亿兆6千万，59胜0败铁血战绩尤里乌斯莱因哈特。两方选手刚刚登场，泽田采访完狠话，结果主持人却说他老板认输了。片源会长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杀人音乐的社长之所以会放弃，是因为他遭到了武力威胁。发现这一点的泽田愤怒不已，一脚踢飞了威胁他社长的其中一个。眼看对方还能站起来反击，泽田旋转侧踢，芭蕾舞出身的人学会的鞭腿，足以让对手感到恐怖。尤里乌斯站了出来，他本就是泽田这次的对手。泽田的鞭腿可以伤到变态，但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，仅仅一击他就被拧断了双腿。不仅如此，还被拽着伤口砸到了墙上。尤里乌斯本想连左腿一起拧断，这时一个铁罐砸在了尤里乌斯的头上。山下这波纯属手滑，不是强出头当英雄。不小心砸到了人，他立刻躬身道歉，刚好又躲过了暗中飞出的暗器，引得旗袍男吃惊。山下究竟是什么人物，这样的暗器都能躲掉？这时东洋电力社长让他们先离开。第7场比赛是甩着舌头的男人的对决，泽田被送到医生那边去了。山下在酒吧里庆祝胜利，他很感谢王马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，并劝导王马量力而行，别赌命。山下的说教没什么问题，他认为自己都能做王马的父亲了。王马当然不乐意凭空多一个爹。面对山下对他家庭的自白，王马借口去了趟厕所，在洗手台呕出了大量血液，显然是郁结的后遗症发作了。王马想起了自己的师傅二虎，当初王马这个名字就是二虎取的，硬要说的话，二虎也能算王马的父亲。他的运气确实不错，遇到的2个像父亲的角色都是好人。很快第7场比赛开始了，这次参赛的2名选手，一方是延美重工的雇佣兵穆巴特，一边是首次登场的疯子木黑正树。木黑的登场让众人大吃一惊，他双目瞪大，眼眶中流出血泪，心中满是杀戮的想法。穆巴特一眼就看出木黑的思维不太正常，但早就在裁判宣布开赛后，穆巴特猝不及防地被穆黑绊倒，穆黑骑在他身上，流着血泪开口了。他的父亲曾告诉他，柔道是最厉害的格斗技。穆巴特当场给了他几拳，但穆黑并没有被击倒，反而掐住穆巴特的脖子，将他勒得口吐白沫，并变态地表示要让穆巴特到地狱给他爸托话。穆特巴咧嘴，立刻刺穿了他的眼睛。见穆黑还没有松手，于是从他的耳道刺到了脑干。不曾想穆黑的手劲越来越大，并且以眼还眼，抠下了穆特巴的双眼。穆特巴也不手软，也拧断了他的兄弟。穆黑终于吃痛松开了钳制，山下看得胯部一凉，这哪里是格斗啊，分明就是虐杀。而穆黑不同，他的大脑会分泌多巴酚和脑内啡，一切痛觉都会转化成兴奋和快乐。他还想攻击穆特巴，没想到穆特巴一勾他的小腿，趁他踉跄不稳时折断了穆黑的手臂。全场众人吃惊，没错，穆特巴本来就看不见，但他的感知力和听觉就像一个大型的显像雷达，听的比看的还要清晰。这时穆黑还要进攻，穆特巴的侧踢被拽住，他在半空中抬腿落下，砸得穆黑松手。见穆黑还要冲过来抱自己，穆特巴的手指立刻洞穿他的咽喉，接着他扭曲了穆黑的颈骨，手指再次洞穿穆黑瞎掉的眼睛，直接击中大脑脑干，穆黑再起不能。生命的最后，想起了被自己杀死的师傅和父亲，随后黑布一盖，担架一抬，直接吃席。山下看得心惊胆战，认为杀人实在有些过分了。王马则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二虎在死前告诉他，自己的死是因为太弱，不能怪别人，只是他希望王马不要重蹈覆辙，跑来他所在的地狱。而同为参赛选手的英出医生这会儿正看着王马的资料，发出感慨，这小子怕是活不长了。